陈先生。先生，欢迎回家。把衣服脱在外面。裤子也要脱。孙姐把衣服都烧了。你们拿到后面去把它烧了。 仙仙，我们俩6天都没见面了，记得我6天前跟你说的话吗？你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是吗？儿子，听我说，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不要跟他们打，也不要去争辩。 记住他们，等爸爸过去之后，一个一个找到他们，替你拿回公道。儿子，坚强一点。那先这样，拜拜，轩轩。拜拜。喝点牛奶，谢谢。吃点坚果。好久没有看到你工作的样子了。明天股票复牌，还要多做一些预案。哦，复牌前我最大的贡献，就是获得了七宝候审。贺氏利好。新路，这6天真是辛苦你了，力挽狂澜，做得真棒。本分。啊，好在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。林看会继续跟进，
帮我洗脱罪名，还我清白。但愿。这次由于我给你、给轩轩，还有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伤害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请求你们的原谅。还好了，都扛过去了。轩轩受的影响比较大，看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好好修复跟他的关系。我这边没有你想象的严重，都习惯了。你这句习惯了，真让我惭愧啊！这么多年，当董事长、当名人，还算称职。做父亲，做丈夫，真的是不及格。哦，这次我在里边6天，我把我的前半生反反复复、仔仔细细的想了无数遍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的身体、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6天就像一条天堑，把我的过去和今后分成2个不同的我。我已经不是6天前的成功了，真的。所以，新罗，你能不能慎重的考虑考虑？咱们别离婚了，好吗？你后悔答应跟我离婚了？不是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离婚。之前不答应，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利益的捆绑。现在我不愿意离婚，是因为这6天让我意识到，我差点毁掉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复制的美好。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婚姻。这也是人设重建的需要吧？毕竟比起夫妻反目、婚姻分崩离析，回头是岸更加符合公众的期待，也对你更加有利呀。我不否认有利益的层面，但更多的是我内心的渴望。真的。反正我想好了，如果你要坚持离婚的话，我就让我的律师利用离婚难的障碍，拖着你，拖个1年，甚至2年，到时候看你离得成离不成。OK， 不离就不离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给你拖这些事情，公司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。真的？害怕了？不用怕，我回来了嘛，你就不用那么累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尽快的召开董事会。什么议题？恢复我董事长的职务，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你笑什么？刚才还说什么身心巨变？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要取消第131次董事会决议，罢免我这个现任董事长。那是因为我在看守所里接到的董事会决议不符合当初我对你的委托，但是我能理解啊，面对前景不明的案情，你和全体董事选择与我切割，也是明智之举，也给短暂停牌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。争取了救命的4天，对于止跌股价还有平息社会舆论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危机公关效果。所以呢，在看守所的后3天，我努力地说服自己理解接受131号董事会的决议。不过现在好，我回来了。成功。你回来了，但你的犯罪嫌疑并没有解除。就算犯罪嫌疑解除了，你个人的负面的形象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除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解除犯罪嫌疑的话，也不能恢复董事长的职位了？
1年2年，短期之内，是这样的。那能接替我的人是谁呀？是你啊？想听我给你一个意见吗？你讲啊。暂时隐退，离开公众视线，用时间消除公众记忆。这段时间，你带着轩轩回英国陪陪他，正好也消除你们俩之间的一些矛盾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俩调个个啊？我回家，你出山？我认为这对你、对我、对轩轩、对公司都好。我明白了，那天晚上你回来的路上就已经谋划好了。你解除一致行动人要挟我离婚，分我1半的股权，就是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，布局谋偏。我突然被刑拘，你连到手的制衡权都用不上了，直接煽动全体董事，直接罢免我。你知道我最在意这个，你偏偏跟我抢。我没有跟你抢，我找回来的只是丢失了10年的自己。对不起，你要是不放弃董事长的位置的话，我就会在公司董事会跟你开战。成功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荷尔蒙了？你看，你把身边所有的人，把他们的人生、事业和生活搞得一片危机。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，你还想折腾集团管理层？谁折腾了？我被人陷害，法律迟早会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才是形象、名誉、地位的受害者。我只不过想拿回自己的东西，我怎么就成折腾了？停！我不想跟你吵架，起码今天晚上请给我一个亲子。线上这么多人等着我做决定呢。力不能逮，你可以随时回卧室休息啊！你不要那么操劳，你不心疼自己啊？你是不相信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吧？我相信啊，6天可以，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。做得好不好，时间会说了算。谁当董事长，董事会上投票做决议。所以现在请你离开，我要工作了。要不要给您叫司机？我就知道，你一出来就会因为股权和董事长的问题跟他争斗，但是没想到，第1天晚上你们俩就杠起来了。我也没有想到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决定明天召开董事会。你不事先私底下先做一些功课吗？你有把握5位董事都会站在你这边？5天前，他们可是全体投了你的罢免票。我知道，5天前我被带走，他们集体跟我切割，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还有公司的利益。我能理解，我不怪他们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回来了。但我还是觉得，你想现在召开董事会，取消新路董事长的资格，目前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。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？至少要等到警方结案，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你是无罪的。目前你还是被取保候审，并没有解除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。虽然你现在可以回到公司了，正常工作，但是以你现在的状况，想要重新担任董事长，我怕你不会得到你期望中的支持，反倒会操之过急。你说的对，
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洗脱罪名，一旦拿到撤案还有释放证明，马上召开董事会，重新投票。分局支队和雁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一样，也不一样。金融街刑警大队是分局支队下属的管片队，我们啊是他们的上级。这次是支队下来调查。对，那和金融街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支队领导想要亲自过问案情，可以走了吗？口罩还带啥？你看，带这个，带这个，它不咬人，听话。是啊，我那个同事这样啊，你知道啥事儿？就是你看看，带走，但没事，就是出事了。小姑娘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文理分局刑侦支队的秦大队长。这位呢就是赵勋。秦大队长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直接问了。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吧？现在东西在哪儿？在我宿舍。你看清楚，是不是一件东西都没有拒绝或归还？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，已经远远的超出你的收入水平，同时也不匹配你的消费能力了。你当时在收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感到忐忑、不安？我婉拒过他很多次，每次都被陈董批评驳回，说作为助理，要陪他出席各种商务活动和宴席。这些物品都是为了工作需要。他这么说你就这么信？这么奢侈，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助理的配置啊！而且我不相信你心里不清楚，他这就是借工作之名及个人之私，对吗？除了工作以外，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过。那么你知不知道他送给你这些奢侈品，除了他跟你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啊？有没有？既然想到了，你还烧？你知不知道接受一个男人昂贵的礼物，你没有表示拒绝，那么对于这个男人而言，你接受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些礼物。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拒绝。是不能拒绝、不会拒绝，还是不敢拒绝？